如果人类可以和黑猩猩繁衍，会出现什么后果？在38亿年前，最早的生命就出现在了海洋里。单细胞跟多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化出了很多生物，包括植物和动物，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化出了人类。那在同一时期大陆上还有一种跟人类相似的生物，就是古猿人。那据说在700万年之前，我们跟黑猩猩是同一个祖先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同一物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。那到了400万年前左右，人类的谱系就已经演化出了早期的人类，比如南方的古猿人。大家好，今天聊如果人类可以跟黑猩猩繁殖会发生什么。那相信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跟黑猩猩的基因差不多有99%是一样的。那是不是就代表两个物种之间没有生殖隔离，或者可以繁衍后代？那简单的说基因就是我们身体的设计图。那其中的线飘零、鸟飘零、细胞嘧啶、胸腺嘧啶这4种分子相互连接在一起，就变成了长链分子。那它们在一起排列的顺序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序列。而 DNA 在体内会以染色体的形态存在。那序列的排序不同，直接就决定了细胞是如何制造蛋白质，也就是生命的构造和运作方式。那所以 DNA 才被叫做是生命的蓝图。那还记得刚才说了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%是一样的。那是不是听到这个说法就会觉得只需要把人类和黑猩猩的 DNA 序列横向的排列在一起，再把这些不一样的基因给剔除掉不就可以了吗？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基因99%一样这个说法是1975年艾伦·威尔逊和玛丽·克莱尔在研究所里通过分析2个生物的蛋白质跟核酸间接推算出来的结果。那这是因为当时人类和黑猩猩的 DNA 序列还没有被完全的解析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序列对比。那还有一点，在推算的时候也没有用到所有的遗传信息，只是对一些容易理解的部分进行了比较。也就是说，用的都是一些非常间接的手段，对一些特定的区域进行比较后，才得出了遗传信息99%都是一致的结果。但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在人和黑猩猩的基因全部被解读之后，研究人员才可以直接的对比2个物种的 DNA 序列。但是就算用现在的技术去对比基因，在分析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对所有的基因进行比较。比如有很多看着差不多的基因，但是对比的难度就非常大。那或者有一些序列虽然容易对比，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的染色体上，那这些不容易对比的就会被排除在分析之外。所以才说这个一致率其实是对比那些比较容易解析和相似度很高的 DNA 才计算出的数字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现在的科学已经很发达了，但得出的结果跟1975年的实验结果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。到了2005年，在一项研究中发现，人类跟黑猩猩的基因一致率只有98.77%，但是在那一次的实验里，黑猩猩有超过1%的基因序列数据是被排除在外的。但就算只分析那些比较容易的部分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生物的进化和物种之间的相似性。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人类和黑猩猩在系统的发育上确实是亲缘关系非常近的物种。那这里就要说一下，人和黑猩猩是不是可以繁衍后代？那其实从生物进化系统来看，距离越近的物种，它们之间基因的距离也就越近，这就代表交配之后能生出后代的可能性也就越高。那包括在生物分类学上，大家都会一致的认为，同一物种之间是可以交配，并且是可以繁殖后代的，这就叫做生物学种概念。但这其中也是有很多例外的，就算是不同种的生物之间，也是可以进行交配繁殖后代的。那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跟斑马。那虽然它们都是马，但是在生物上却分成了不同的物种。那简单的说马是马科马属，在物种上也是马，而斑马是马科马属，但是在物种上就叫斑马。也就是说，马跟斑马都是一个属，但是它们之间的物种却不一样，所以它们在一起繁殖出的后代就被叫做种间杂交。所以马跟斑马是可以繁殖后代的。那再来看一下人，是人科人属人种，黑猩猩是人科黑猩猩种，所以我们都属于人科，但只是物种不同。那如果要繁殖的话，就叫属间杂交，但是因为遗传的距离太远，再加上生殖隔离，基本上是没有繁殖的可能。那虽然在我们的身上不行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到鸡和雉的身上
就又变得可以了，因为它们之间也是不同的属，但是在一起却能繁殖出后代。那还有一种跟人类很近的灵长动物，像山魈、白领长尾猴，虽然属于不同的属，但是在一起也可以繁殖后代。所以从这些就能看出来，属间杂交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但也不代表所有的跨属杂交都是可以的，因为能不能实现要看基因的距离和染色体的结构，还有生殖隔离什么的。而且人跟黑猩猩的染色体数量也是不一样的，比如我们的染色体有23对，也就是46条，而黑猩猩的染色体却只有24对，也就是48条。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，是不是染色体数量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繁殖后代了？但其实也不是这样。比如山羊跟绵羊，它们的染色体数量就不一样，但它们却可以杂交繁殖后代。也就是说啊，能不能繁殖成功，还要看基因本身的相似度有多少。那是不是听到这儿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？人怎么可能会跟黑猩猩杂交？但这种让人不能理解的事儿，在1920年的苏联，生物学家伊利亚·伊万诺夫就做过啊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停地对雌性黑猩猩进行人工受精。那表面上是为了证实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但据说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一种人形半兽人战士，也就是利用黑猩猩卓越的体能和人类聪明的大脑，培育出一次性的大兵。但万幸的是啊，这个实验没有成功，也没有繁衍出后代，那不然这个世界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但如果我们突破了属间杂交的机制，一定会有人想继续的去开发这种技术，而且到时候就不光是黑猩猩了，包括大猩猩、黄毛猩猩这种有特殊能力的灵长类动物，也都有可能成为实验对象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，这种禁忌是一定不能被打破的，不管是从保护动物的角度，还是从伦理的角度去看，都是不可以被允许的。而且有些生物之间的染色体不一样，所以繁衍出来的后代可能就没有生育能力了，比如骡子。也就是说，人星也会出现这种问题，不能繁衍后代，包括寿命也可能比正常的生物要更短。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欲望去突破底线，去创造出那种只能存活一代的生命，因为这对一切生物来说都是不尊重的。那最后，不管是近亲繁殖也好，属间杂交也好，这种禁忌是一定不能触犯的，因为这些会是打开黑暗大门的开始。